可消费的价格。曹雷，莫伤人家。娘子受惊了，曹雷，快起来！没事了。多谢娘子救命之恩。起来，没事了。多谢，救命之恩不可不报，还望娘子告知芳明，明日定登门拜谢，送还这身锦衣。今日山中相遇，你我也算有缘，一件衣裳而已，不必还的。我救了你，已是积攒的福报。娘子这一路都有官兵护送，可见身份尊贵。想必也不在乎什么奇珍异宝，我唯一可以拿出手的便是养花之材。若是娘子不嫌弃，不若送娘子几株芍药，为娘子的府邸增加一抹颜色。我初到长安，府邸还未有着落，你我同为女子，自当互助，不必客气的。你若再这样，我日后可不敢再求人了。侯一方，将军，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回自己家也改不了贼眉鼠眼的习惯？我小姨的眼光也太不济了。你这么晚来我这儿做什么？我要吃烤鱼。我今日身子不适，还是改日吧。慢走，不送啊。等会儿，你这身衣裙与往日不大相同啊。怎么回事？没什么，我就是我上山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荆棘把我的手给划破了，没关系的。我又不傻，划伤手的是刀还是草？能流多少血，我还是分得清的。方才你鬼鬼祟祟，是不想被你那两个姐妹看到这血衣吧？小点声，小点声！你不老实交代，我现在就喊他们出来瞧瞧。别，千万别！事情就是这样了。不过还好，我福大命大。你可知是谁干的？我在长安，也就那么一个仇家。未必。商贾竞争屡见不鲜，可花行却从未行过如此狠辣手段。的确，若只是生意竞争，也没有必要取我的命。怕就怕这背后另有其人。我会去派传仪查清楚的。歇了。
没想到这蒋寨主对我这个小工，还是有几分情谊的。不用谢我，我是看不得别人动我的钱袋子。哦，既然如此，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啊？明日可不可以派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再陪我去一趟清凉山？做什么？我想把丢在西边的芍药给拿回来。人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这伤疤还没好呢，你就不能消停点？不是，那花培育好了，最起码一株能够值10贯的，扔了怪可惜的。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抠的，衣服都成这样了，你不扔，还巴巴的把它带回来。这件衣服可是我跟生意赚了第一笔钱以后，生意买给我的，自然不能扔了。唉，不过也是，蒋军身边都是那些酒肉朋友，自然不懂我们之间这些患难情谊了。这么晚了，牡丹怎么还没回来？咱们出门去迎一迎吧。好。走。他们走了，回去吧。哎，你看，这怎么有只小猫啊？哎，它好像受伤了。他的伤已经被包好了，你还是小心自己的手吧。这怎么包的跟我一样啊？你给它包的？当然，是我只会穿鱼包的。来，它不怕你，你们好像很熟悉。别看他线下乖巧，我啊，好吃好喝了喂了一整年，他还是不肯留下来，经常神出鬼没，偶尔还带一身伤。不过，自从有了他，府中再也没了老鼠，也算是有半个良心吧。若是被圈养，失去了自由，再多的山珍海味也是没了滋味。在外面或许会挨饿，或许会遭遇凶险，但是天大地大，有无穷的可能。当真是一只聪慧有志气的小猫呀！你与他倒是挺惺惺相惜的。好乖啊！小耳朵，小肚子，小尾巴。我派人查了你遇刺那日进出长安之人的名册，最可疑的便是此人。这是刘家的人，果然此事跟刘家脱不了干系。他们知道我活着，也明知道我的身份是假，却不报官，暗中出手。想必他们不想让吉安县主知晓此事。聪明。这次多谢蒋军，若是我防错了人，侥幸逃过这一次，下一次还是会被他们害死。你的真心感谢价值几斤啊？咱们的分成比例要不要调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要不要本官帮你教训教训那小人一家？蒋军帮我查出了幕后指使，我已十分感激，怎能再劳动蒋军？母亲跟玉露的仇，我从未忘记。我
早晚会跟他们再相见的。有你这狡猾之人盯着，我便等着看刘家登高跌重那日。不过来日归来日，今日这关，你打算如何过啊？总不能千日防贼吧？刘畅之前就知晓我在长安，刘家如此痛下杀手，怕是因为刘畅对我……你想让他断了心思，恐怕没那么容易。如今我甲级在身，不便声张，我只能先打消他们再次动手的念头。无论刘家二老如何狠毒，但刘畅最起码是一个守法之人。况且，他一直对供药之事心存愧疚。或许这份愧疚，能助我化解此事。别让你家郎君下来，若是被人看到，只怕更是要误会。你约我见面，我十分欢喜。手怎么了？我的手，是你父母派来的杀手所伤。刘畅，我又差一点没命了。对不住啊，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发现了你还活着。我即刻去寻一个安全的宅子，你待在我身边，我定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他们伤害到你了。你别下车，你离我越近，怕是我死得越快。刘畅，你真的以为你可以忤逆你父母吗？只要你我尚有瓜葛，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除掉我。你口中的保护，不过是他们用来杀我的刀，这跟你亲自杀了我又有何区别呢？请你转告二老，我绝对不会打扰你跟县主的婚事，更不会阻碍你们刘家的荣华富贵。何为芳一死，还请他们高抬贵手，也请你放过我。父亲母亲，请放过何为芳吧。我们刘家书香门第，不要再做这等杀生造孽之事了。你怎知道何为芳没死啊？他来纠缠你了？并非如此，是我偶然发现他还活着，是我去找的他。那你找他做甚啊？你难道要把他接回刘宅吗？你既然答应了和县主的婚事，那正七位王的事情被县主和宁王发现，无异于欺君，判死罪也不为过呀。县主虽然钟情于你，不忍杀你，但婚事一旦告吹，你的仕途就保不住了。子书啊，当年因为你和县主之事，咱们被赶出长安，被逼着连着故居都卖了。如今好不容易回到这里，若就是再来一遭，只怕我与你父亲，你活不了几年了。我并非是要背弃刘家，而是求父亲母亲别再为难他了。官属不上，他已经死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妻子了。不是我们要杀他，是你呀。若你忍不住要去见他，那何为芳就还活着，永远横在你和县主之间。若你真能等他死了，我们自然也不必让他再死一次。好，我答应你，我不再见他。如此，父亲母亲便可安心。
这家父好大的规矩，买个香粉还要送货上门，这也太挑剔难缠了。挑剔点有什么不好的？这盒子里的香粉基本上都卖光了，还不是咱们赚钱了？也是。再说，出来走一走，就相当于活络筋骨了。对，活络筋骨。这医师看着好眼熟。那好像是吕更川。吕大福，快快！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哎呀，人干什么呢？这是！人！哎，这往后跑！哎呀，这对我这你说我这弄的，你说这人！快跟我走！那位娘子怎么办？她身手很好的，咱们去店里等她。快，这边不能用！来，快，别管教了，快走！吕娘子，怎么每每遇见你，你的行径都如此古怪？你看，你看。牡丹若想害你，今日就不会出手。你若信不过我们，就走吧。我只是在行医而已。你之前买花只取根茎，是为了入药。我听旁人说花满柱有别家没有的梦蝶香，我就想看看它的药性与别的芍药有何不同。行医救人又不是坏事儿，干嘛偷偷摸摸的？女子行医常遭人诟病，有些人一看到我是女子便不信我的医术。病人疑医师，那这病还如何治得好？今日那些人为何追打你？可是你将人治坏了。不是的，凡是遇到我医术不及之症，我定不敢不自量力。但凡是我可以医治的，经我手的病人，无一例外不被治好。你这药材远超你所赚的诊金，你这是收钱太少，坏了行规，怕是被别的医馆教训了吧？竟然亏钱看诊，你当真是吕行头的女儿吗？我父亲确实不知情，若是被人抓到，告到我父亲那儿去，恐怕日后都再难偷偷溜出门行医了。哦，日后各位若有任何不适，还请找我来看，我定分文不收，以报今日恩情。差点被人发现你是女医，你担心的不是名节受损，而是无法继续替人看病。我的病人中有几位需要定期施针，若是治疗中断，病情反复，那怎么行？哦，对了，我还有一位病人在等着我去送药，我就先告辞了。等一下，你若现在出去，又碰上那群人怎么办？这药我们替你去送，你先换回女装吧。你只有安然地度过了今日，日后才能继续行医。你这手是被什么所伤？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7日前被利器所伤，包扎后并无大碍。我懂些药理，所以配了一些花鱼止血的药。就是平日里，偶尔会有一些抖。这样，你试着握拳。握拳。嗯。你再试着使劲捏我的手。使劲儿。怎么了？是有什么不妥当吗？
很疼吗？你快搀着去煮水，然后再拿些干净的布和木板来。大夫已经将要送去了。你这是做什么？别慌，他在帮我看病呢。你这皮外伤看似无碍，实则只见筋脉的损伤却没有及时医治，这才会颤抖。若是不将患处剖开，让筋脉归位，你这手恐怕就要彻底废了。啊？不是，明明都快好了，怎会突然筋脉受损？他的话不可信，她是吕万荣的女儿，或许他就是想趁机毁了你的手。不是的，我不会害人的。你这手已经耽搁了许久，必须立刻治疗，不能再拖了。你父亲视我为眼中钉，你为何要帮我？因为我先是医者，再是吕庚春。那些流言我是有所耳闻，可是我相信我父亲的为人，他虽古板了些，却为人正直。那些下作的伎俩绝对不会是他所为。你当然会替自己的父亲辩驳，牡丹，不可信他。生意上的事我不懂，我只知道凡大医治病，有疾厄来求救者，愿亲善友，普通一等。我既发现了你手有伤，就不能放着不管。若是你不信我的医术，大可差人去打听，我可曾治坏过任何一位病人。我如今已知晓了你的身份，若是经你诊治后，我的双手恶化，我定会报官抓你。到时候你不仅仅只是挨板子，你的名声家声都会有损。即便有这样的风险，你还是愿意诊治我吗？若是因为我心术不正、医术不佳致你残疾，挨板子又算得了什么？也当废了我的手才是。这是我们初见时你遗落的帕子，连帕子上绣的都是可入药的龙胆草，可见你是真的痴迷医术药理。我信你。牡丹，比起她是谁的女儿，我更相信自己的所感所见。小春，你叫我小春就好。我定会助你痊愈，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好啊，那我的双手就交给你了，小春医师。哪儿找的江湖游医？怎么把手抱得跟个蒲扇似的？蒋军抽走的利钱太多了，我也只能请得起江湖游医了。此话不妥啊！我们的分成不是早就定好的？莫非你想反悔？我这个人答应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反悔，相反的，我还要给蒋军送钱呢。你又在打什么算盘？我手都这样了，还打什么算盘呀？蒋军，您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好不好？我说的是那盆压在您腹中的琼台玉露，也该赎回来了。这个好说，且看今晚的宵夜啊，味道如何？刚好有人进献了上等的美味，烤肉啊，烟火气太重，怕污了蒋府。还是你这个小破院合适。哎，蒋军，您看我手都这样了，也无法侍奉您吃喝了。养伤期间，您还是到别处享乐吧。啊。右手不便，那左手可以用吧？还是说那盆花，你不想赎了？白日我特意命人送了秋千过来，也算是为你的小院啊添些意趣。我还真是感谢您了。知道我忌口，只能啃糊饼。一会儿不光要在我面前吃这些肉，还让我帮忙烤，
真可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右手也别闲着。一会儿啊，过来给我扇扇风。给你扇风，我还怎么帮你烤啊？蒋军，不如我给你表演一个变戏法吧。表演一个喷火如何？你看。哎，且慢！我给你带了你能吃的。上等贡品白蜜，止痛益气，够意思吧？拿过来吧。当初在洛阳，你送我的烤糊饼，上面也刷了一层蜜。这可是我们何氏独家烤法，一般不传外人的。蒋军今日可是有口福啦。蒋军尝尝。焦甜酥脆，确实不错。给我掰一块。不愧是贡蜜，好甜啊！使唤我上瘾了，自己掰，小心烫。我替蒋军烤肉，蒋军帮我掰糊饼，礼尚往来，有什么不好呢？那我这肉怎么还没吃上？这不还没好呢吗？反正嘴有2张，手只有1只，我可不能饿了自己。你先把嘴边的蜜擦了吧。谁啊？债主。蒋军，这是烤肉，没吃饱吗？这，多谢蒋军了。明日我便把钱送到你的府上。我帮你搬进去吧。那有劳了。不过这送花也不急这一时，何必半夜折腾一趟呢？念在你辛苦烤肉的份上，送个回礼。太医署副医师亲手配的药膏，专治经脉受损。你有这么好心啊？一瓶价值1000文。我用不起，蒋军留着自用吧。没要你的钱，我还指望你的手替我挣钱，为我烤肉呢。不快点好啊，亏的是我。我还是自己来吧。此药有特殊的上药手法，你会吗？
忍着点。嗯。杨长阳，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像个正人君子的。好，我亲他，亲他。灯会我看山岗水。求求你，让我见见花鸟使吧！求求你，让我见见花鸟使吧！我求求您了，您就让我见见花鸟使吧！我求求您了，你让我见见花鸟使吧！阿宁，我好痛，我想回家。范儿乖，你兄长一定会救你的。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你让我见见花鸟使，你让我见见花鸟使。张长阳，范儿是你的亲弟弟，也是你唯一的血亲，你难道就这样看着他遭病痛折磨，不为什么？阿宁，不能进，真不能进。回家吧，范儿的病好了。你恨我，杀了我便是。可你怎能对自己的手足坐视不管呢？求你救救他，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求你救救他！没事吧？张长阳，求你救救他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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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娘子，你就别去了，谁劝都没有用。这娘子是郎君父亲的别宅妇，我们家郎君是绝对不会管她的。我知道了。琴声铃铃，都遮不住外面的哭喊声。蒋军若是嫌他们烦，叫人把那对母子打发了便是，让川渝给他们些钱帛，送到医馆就好了。他们是谁？与我何干？你又是谁？凭何智慧我的行事？我并非要智慧你行事，只是方才在门口，我看到那小儿浑身疼痛难忍，口吐鲜血，但是手中一直紧紧握着这蚂蚱，不曾松手。这毕竟是在蒋府，有何事，我想还是来跟你告知一声，万一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没什么隐情，我只是看他们母子二人不顺眼罢了。若只是因为白氏抢了原本属于蒋夫人的宠爱，蒋军也不会迁怒于那小儿。虽然在外人的眼中，蒋军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佞臣，但我与你相识不短，我深知蒋军并非如此。
你觉得我该救他？此事我不好评判，但我觉得你想救他。你把我想的太过慈悲。你是那小儿为何体弱多病？因为临盆之际白氏难产，几乎殒命。当时他叫的极为惨烈，远远胜过今日。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当时我就站在他们家大门外。他的儿子不该死，我的母亲就该死吗？牡丹，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得罪花鸟使啊？他又没说不让别人救。先前我还觉得花鸟使是条好汉，没想到对自己的亲弟弟如此绝情。不要轻易下定论，这是别人的家事，其中恩仇不是我们外人能体会的。如何啊？暂时施了针，孩子睡着了。这小儿的病十分离奇，肢体疼痛无力，左下肢肿胀巨暗。我先前怀疑是生瘤，然其皮肤却无发红，亦无破溃。依我所见，他得的怕是鬼怪骨。这是什么病啊？从来都没听说过。此病骨枯而髓减，发病时病人全身如万虫啃食，痛不欲生。那这还有得救吗？此病虽不致命，然要根治却极为困难。凭我现在的医术，只能暂时缓解。但我曾读过太医署傅圣手的著书，书中曾记载过此病。若要根治，恐怕只有他才能做得到。看来还是绕不过蒋长阳。郎君真的不在府中，何娘子别费心寻他了。进。吃点东西吧。啊。还没有蒋军的消息吗？牡丹店主，琥珀，牡丹店主，随之昨夜就来了，一直在这儿坐着，什么话都不说。许多年前，
我也曾见过一次他这般模样。也是因为白氏母子。巫伯，白氏生产之时，他当时也在。究竟发生了什么？虽只能跟你说这些，想必已经把你当成了可以倾诉的知己了。白氏之子出生当日，已是随之的母亲殒命之时。随之，我在这儿。你父亲，他在哪儿？元堂。随之，我想见你父亲最后一面。安娘，你等着，我一定把他找回来。咱们走。家主，家主，夫人难产，会有血崩之事。我安娘要死了！他在为我拼命，命悬一线，我不能舍他于不顾。你先回去，让你阿娘再等等，等我这边无碍了，我马上赶回去。安娘已经等你太久了。她是你的发妻呀，你也曾信誓旦旦地写下此生不负的诺言，为何如今你要这般待她？她只是想再见你最后一面。我欠他的，今生是还不尽了，等来生，我定不负他。什么是绝情啊？生死不离，不过是无情伤人，痴情伤心。
他的孩子不该死，我的母亲就该死吗？原来这话，他是这个意思。夫人咽气以后，随之就失魂落魄地跪在床前，整整跪了一夜，直到昏倒，都未曾离开。醒来之后，也成了这副模样，不肯说话，也不肯进食。怪不得他会发誓终身不娶。想必在那个时候，他就不再信人间情爱，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无情之人。他呀，只是看上去像个无情之人，实则受人滴水之恩都要去报答的。几年前，我老家洛阳的亲人，全都因为染了瘟疫而丧命。我万念俱灰呀，就想自尽了断，也是随之救了我。我不过是他母亲院中的一名管事，一个下人而已。他却亲自到洛阳把我接回来。他跟我说，这些孩子呀，就是我的亲人，这才给了我活下来的理由。他平日那些嬉皮笑脸皆是伪装，随之心里是很苦的。牡丹，即便是你不喜欢随之，但能不能在他落寞伤怀之时，多陪陪他？这些年，他实在是太孤单了。想必他心里也在天人交战吧。他明明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父亲犯下的错。可，他若是救下那对母子，他心里便会觉得是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母亲。可若是不救，他怎么会忍心不救呢？这便是他的困局。磕了这么久了，吃点鲜花饼吧。喝点茶吧。不可。我这次来是来恭喜蒋军的。你的仇人就快死了，所以你不必再心烦，也可以早早的回府了。这白氏母子啊，还真是好骗。我骗他们与你不睦，引他们上钩，请医师前来问诊。这白氏还以为遇到了菩萨，殊知那小儿的病极为棘手，唯有傅圣手才可以医治，任凭谁都回天无力。他们现在人在何处？这个你不用担心，已经打发到底店了，不出3日，必死无疑。多谢你帮我拖死他们，我会将棺材钱备好，就等那小儿咽气。
反正你走这一趟，赏你的。这是什么？金挺啊，看不出来吗？小娘子，您是？鄙人姓傅。昨夜将军说他大仇得报，一时欢喜过了头，饮酒又吹风害了咳疾，让我来给他看看。您走错了，蒋府在那边。招财，你怎么？看过将军后啊，他吩咐说后院有位娘子右手经脉受损，既然来了，让我也顺便看看。哦，他的手我已治疗妥当，无需外人在。您是太医署的副圣手啊！您所著的医书我全都烂熟于心，没想到竟有一天能见到活生生的您。哦，眼下有一位小儿得了您书中提到的疑难杂症，急需您去看看。哦。蒋朝阳这病来得挺及时的。来，抬脚，进去吧，在里面等着阿娘。嗯。夫人，这些钱帛是给孩子的。感谢娘子救下我儿，娘子大恩，我母子二人无以为报。不必客气，收着吧，快，收着。娘子真是慈悲心肠，只是您是替蒋长阳赚钱的店主，却背着他偷偷救下芳儿，娘子千万小心，我怕他若发现会对你不利。夫人真正要感谢的人，并非是我。若他真的想让你的儿子被此病折磨一生，这偌大的长安，又有谁能真的救得了芳儿呢？川渝，副圣手的看诊费用不低，我家郎君说，像何娘子这般吝啬之人，若是这般垫付了，日后都要从他处加倍讨要。让我把钱给你。好啊，既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啊，郎君没有了，但是我……何娘子，这些年只有你能看穿郎君在演戏。既然你如此了解他的心思，为何不再劝劝他，不要再自苦了？放下仇恨，才能更开怀，不是吗？他选择救人，是因为他那颗心软绵绵的。只有菩萨才能宽恕一切，可做菩萨多无聊啊！既不能吃肉，又不能喝酒。如果换作是我，我会同他一样，做出一样的选择。所以，不用放下仇恨，放过自己就好了。做个俗人。没什么不好的，走了。哼，自以为懂我可是长安第一堂官，还软绵绵，你才软绵绵。我直接把钱砸到了白雪的脸上。我跟他说：“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蒋军给你的棺材钱，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蒋军没有关系。”
你若是再敢出现在我们蒋军面前，别怪蒋军心狠手辣，直接把你给白了，听懂了吗？不好意思啊。你这说的，怎么和川姨说的不太一样啊？底店外，他亲眼看见你客客气气的将人送走。我那是大庭广众之下，我得给蒋军留有脸面呀。可是私下，我那可是令人发指，专整那下地狱的事情虐待他们。具体干了什么，我就不说出来了，我怕污了您的耳朵。总之是替您出了一口恶气。家里钱够多，买通10点阎王不在话下。你若为了我下地狱，我定亲自去捞你。那还真是谢谢蒋军为我慷慨解囊了。是我该谢你才对。谢你手段毒辣，解我心头之恨。谢你为我作奸犯科，与我沦为一丘之貉。谢你洞若观火，明知不必说了，一切尽在酒里。我懂得。哎，你手伤还未痊愈，不可饮酒。这杯酒啊，何该我来喝？今懂得。喝猛了，酒后戏言罢了，别当真。我知道，酒后戏言。蒋军，那您刚刚说的不是戏言吧？您说您的家里钱够多。我这第一次当坏人，打打杀杀的。又是买药又是买刀的，花了我不少钱。不如今日我心情好，说来听听。看在我尽心尽力的份上，看在华满珠要扩大经营的份上，不如把契约改一改，4、6分如何？你这奸商也上瘾了吧？得寸进尺。话不能这么说呀，毕竟我替蒋军干的都是欺善凌弱的事情，你若亲自去做，那不得下火山地狱啊？日日火烤而不死。多恐怖啊！蒋军，这个炭它怎么好像不烧了呢？是不是？啊？哎，蒋军，你看看，这炭是不是不烧了呀？我就这么一个弱点，还落到你小人手上。啊，罢了，就1年。多谢蒋军。既如此，我得敬您一杯。都说了不可饮酒，怎么就不听医师的呢？没事儿，我这许久不喝酒了。我看你这一直喝，心里痒痒的，我就喝1杯。来，你给我1杯也不行。蒋成阳，给我喝1杯。不行。你给我喝1杯怎么了？不行。你这种人，你给我。不行。哎，不行。手受着伤呢。所以不能喝。哎，不行啊！哎，放下，小心。本想请傅圣手随我去看看其他病患，可他如今分身乏术回宫去了。真奇怪，你说这宫中才多少人，宫外又有多少人？那些贵人平时锦衣玉食伺候着，难道也会身子弱，容易害病不成？他毕竟在太医署任职，只管里面的事儿，能出来帮忙已实属不易了。可是医者仁心，管他王孙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医师眼中不该是一样的吗？所以啊，才需要像小春这样的医师啊。其实傅圣手已经很不错了，他从来没有轻视女子行医，之前还夸奖过你将孩子处置得得当呢。日后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可以记下来，他每个月都会给蒋长阳请平安麦，届时你可以请教他。那太好了，
这样他管里面，我管外面，哪儿的病患都不耽误了。祝福姑娘，牡丹姑娘担心你熬夜加班耗心血，给你送来了京城女子皆想得而未得的好东西。哎呀，朱晨，你干嘛呀？牡丹最近风波不断，我想让她放松放松。你看，我刚摘大苹果，怎么样？她会喜欢吗？哎呀，好了，主播，你看这是什么？这可是她最常用的。你快告诉我！皇室工业东阿胶，淡淡焦香，一冲记忆，早晚喝一杯，暖身又暖心。谢谢牡丹，牡丹真好。多喝阿胶，小心调，随时随地撒个娇。再忙也不要忘记关心自己的身体哦。新年健力宝，保你新年好。健力宝邀您继续观看。绽放大唐风华，华硕共赏风华，华硕制药邀您继续观看。小春为何想当医师？我祖父出身杏林世家，一生救人无数。他寿终正寝那日，前来吊唁的人足足排出了2里地。原来小春行医，是因为自己的祖父。刚开始我只是钦佩祖父为人，后来意外翻看了他留下的医书，不知怎的就看进去了。现如今治病救人已经成为了我最重要的事，一日不见病人我就心慌。既如此，那日后画满柱用不上的花，都送给你研究入药，如何？真的吗，牡丹？谢谢你。你这手还需用药几日，近日可以试着弯曲手指，但如若感到疼痛，必须立刻停下。好。那我这可否执笔呀？最近店里有新花上市，我想提前画几幅芍药图，挂于店前。万万不可，作画耗时太长，筋脉长时受力，不利恢复。不如这样，我来帮你。我平时常常临摹各式草药，你说的新花让我瞧上一眼，我定能画出来。那太好了，有劳你了，小春。没事的，你可以摸，轻轻的摸就好。牡丹，怎么了？之前来只看手，今日怎么看起花了？这些芍药还未上架，万一他透露给吕万荣，被花行抢了先，岂不糟了？人家是来给我作画的，而且像火药金丹这等名品，并非1、2日之功便可以培育出来的，不用这么担心。牡丹对他似乎与旁人不同。小春确实不似寻常女子，还有一颗医者仁心，是值得让人倾心以对的。这前几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了？你说这什么虫啊？这是疥虫。驱虫之物我们一直都有安置，哪怕有漏网之鱼，也不至于殃及所有花呀。之前施肥的时候，我还特意检查过，没见有什么虫子呀。上批送的花肥可还有留下？这有人在我们的花肥当中投入了虫卵，想要害我们的花。都是我疏忽，施肥时竟没有发现。圣医，你也不必自责。你看这些虫卵，对方投入的都是极小的虫卵，你用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
况且这些虫卵要过个2、3日才能孵出害虫的。我去看过了，怎么样？花满珠铺内的梦蝶香都没事儿。还好，看来只有我们家中的花肥被人动了手脚。吕庚春，昨日借口作画，一人在院中待了许久。我还想他为何如此好心，定是他向吕万荣通风报信，发行怕我们抢了贵价少有的市场，这才让他趁我们不备，暗中投虫。并非只有小春知道我们在种名品，这懂花之人可以根据花肥用料配比来推断出我们的花肥是施给怎样的花卉。况且，这些虫卵很有可能是在进我们家门前就被对方投下的。可供肥的人是咱们自己人，没理由这么干呀。是啊，有机会接触到花肥的外人，就只有吕庚春了。真的不是我干的。还不快回去告诉你阿爷，你们得偿所愿了。这儿不欢迎你，再不走，我老全伺候你。走，哎，大福，莫要动粗。牡丹，真的不是我干的，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我相信你。若真是他做的，何必自投罗网？他应当不知情。就算不是他做的，也定是吕万荣指使人干的。对，你不是不知道，花行一直在给我们使绊子。肯定是他。但我阿爷不是这种人。你再说不是这种人，你再给我说。大福，眼下最重要的是救花，待花无恙后，真相如何我们再论。我去取水，你们赶紧找些硫磺碾碎，放到水中，诱杀害虫。快去，去吧。牡丹，我也来帮你们吧。眼下正好缺人手，一起来帮忙吧。来。来，大福，牡丹。小春画的果然好，来，得帮你换个新扎布，免得感染。好，牡丹，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你也不要怪大福跟圣意，华航3番5次的前来刁难，他们也是一时激愤罢了。我知道同行竞争会耍手段，可我父亲亦是真心爱花之人。他若是能允许我肆意采摘家中芍药，我也不必偷偷来花满珠买花了。有一年，长安害了虫灾，全城牡丹凋败，只有父亲研制出了救治之法。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小小花商，却没有因此大赚一笔，而是将此法教授给了其他人，救了全城的牡丹。父亲常跟我说，钱财错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可若是没有全城的牡丹绽放，这一年就错过了春天。怪不得你父亲能坐上行头的位置，而且一坐就是10年。
父亲确实反对女子经商，有时行事过于固执。可他绝非心术不正之人，夏虫卵、摧残花卉这种事绝不会是他所为。我当然相信你父亲的为人。可是小春，你父亲如今是行头，花满柱也的确抢了花行很多的生意。有些事情，你父亲不愿意做，可其他人会替他做的。倘若幕后主使真是花行之人，你大可抓了他去找我父亲对质，他一定严惩不贷。真是愚蠢，故技重施也不知道换个花样。这是哪家的追妃？蔡大郎家的，刚刚送来，人还在门口呢。店主，可有什么吩咐？你为什么在我的花妃中投虫啊？虫？什么虫啊？我不知道啊。好啊，你不说是吧？大佛，把他绑了，扭送官府。不是你们无凭无据的，就是把我当官也没用啊！我反正什么都不知道，你大不了你就判我是个疏忽，我挨几鞭子我受得起。谁说无凭无据啊？以往你来送肥的时候，穿的可都是洗过很多次的旧衣，这如今换了新衣裳不说，还穿上了几段软鞋，以你的工钱，可是撑不起这一身行头的。你若是不承认也没关系，那咱们就去报官。反正雇你害花满柱的人应该给了你不少报酬，这些钱你也一时花不光，到时候官差去你家一搜便可得知。这些钱你不仅一文都留不下，反而还会倒赔我许多。而你这个人，也不是鞭笞几下就能轻饶的。走，报官！别，这店主饶命！店主，我错了，我错了，店主饶命！我什么都说呀，店主，这是我第一次。父亲，平日你除了请安用膳，都是闷在闺房里绣花，今日怎么突然想出门了？在家闷久了，便想出来散散心。好。两位客官，劳烦再帮我加壶酒。吕行头，好巧啊！哦，看来是花满柱生意兴隆啊，店主这么早就开始饮酒享乐了。吕行头，您有所不知，我这是借酒消愁。前几日我的院子里遭了虫害，毁了不少名品芍药。这几日天气湿热，行头你也千万当心呐。往日不都是下面人传话，到底发生何事？今日非要见我。您让我给花满珠的芍药投虫，可您没告诉我那些个芍药可都是贵价圣品啊！你之前给的那点好处太少了。你个狗鼠奴！你的事儿还没办成呢，就来跟我说这些啊！幸亏没办成，这要是办成了，副行头您认吗？想让他满园的芍药标败不难，多给点钱嘛。要多少？那行头，您怎么在这儿？那副行头又为何会在此处呢？买通花农，害人花卉，证据确凿。外加上次你收买方式，到处散播我的谣言，恕我实在无法再忍。行头，我不愿与花行为敌，这才没有将人证物证递交官府，可还望行头能给我一个交代。
我平日常嘱咐你，约束众人可以，但不可以打压太过。我没想到你不但没听进去，还变本加厉毁人家清白，残害花卉乃行中大忌。你身为副行头，明知故犯，我必须依行规将你逐出花行，今后不得再做与花卉有关的行当。吕兄，你我相识多年，你知道这些年我为花行鞠躬尽瘁。若是不让我再碰花了，我下半辈子怎么活呀？吕兄，我真的是一时鬼迷了心窍，我向你保证，日后我定不再做这般事了。吕兄，吕兄，此时的苦主不是我，你该求得原谅的是花满桌的店主。店主，玉莹知错了，我愿意赔偿你的一切损失。我只求你能够网开一面，放我一马。行头也是心软之人，我只是想讨回个公道，而并非断人生计。真正要被看轻看低的，从来不是我们女商国，而是你这种滥用权职、打压女子之人。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曹玉莹，你必须按照市价5倍赔偿于我。我也希望花行日后可以和我们和平共处，不再对我们掣肘。店主宽宏，我替玉莹谢过了。玉莹啊，虽说为了花行的名声，此事不便公开，但是副行头之职你是不能再做了。我希望你今后好好务花，你不要再心生邪念了。玉莹知道了，谢谢行头，谢谢店主。先前见你是女子，低看了你啊，没想到你能把娇嫩难养的火药金丹培育成功。如果店主愿意，我可以破例让你加入行会。多谢行头好意，只是行会对女子的规矩实在太多，不太适合我，还是算了。规矩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还需要考量甚多。加入了行会，日后若再遇见虫害或别的困难，亦会有同行帮忙。女子行商，路不好走，独自打拼更是难上加难啊。世间路万条，有哪条路是好走的呢？我就当是为别的女子先行一探吧。看来我们只能成为对手了。有对手才能时刻警醒，不懈怠。比起千篇一律，我想行头当与我一样，想看到这长安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吧。告辞。